印象中，摄影指的是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如今拍照几乎全自动，对焦曝光都可以交给机器。摄影真的只是按下快门吗？ Mise en scène 法语词，源自电影和戏剧创作时演员和道具在一个场景中的具体位置。新浪潮电影之父、法国著名影评人 André Bazin 认为 ，montage 和 mise en scène 是电影构成的两个基础，前者是利用拼接几个画面的方式说故事。 而后者仅用单一的画面说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掌握这项能力可以提高你的摄影水平。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Kiki。这一期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将 mise en scène 运用到你的摄影中去。mise en scène 涵盖了布光、道具、模特、景点、服装、化妆，甚至是器材上的选择以及如何后期。如果你对器材的表现特性不了解，对模特不了解，对道具能拍出来的质感不了解，没有看景，脑中的场景就很难被创造出来。另外 mise en scène 涵盖很广，对知识储备要求很高。一般大品牌拍摄的时候会有美术指导来完成 mise en scène 的工作，但小型创作工作时没有预算，一般是由摄影师来兼顾美术指导的工作。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其实 mise en scène 就是把一个构想图形化、现实化的过程。mise en scène 的构想可以来自于一个画面，可以来自一个故事，又或者是一个电影角色的延伸。要近2年的宣传片都在结合故事，结合艺术作品展现品牌形象，有源自希腊神话女神的迪奥神话，有刻画塔罗牌人物的塔罗城堡，还有场景布光构图都大量运用了文艺复兴时期画作作为参考的2021春夏成衣系列。我们可以从故事的场景描述、画作的构图配色得到很多初期构思的灵感。平时生活中可以多关注一些优秀的摄影摄像专业人士或是大品牌的社交账号，上面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美学水准。在这里我推荐几个自己很喜欢的社交账号作为参考。无论一开始迷上摄影的原因是什么，不可否认，器材确实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了解手上的器材的底线和天花板，了解各个焦段可以拍出什么样的效果。前期拍摄的时候想好如何后期，都是拍摄时的重要步骤。手机可以出大片，但是也要看环境，也要看你想要的效果，手机可不可以达到。器材一点儿也不重要，如果你已经对每种器材的用途效果烂熟于心，便可以收放自如地用不同的器材来创作，不然还是要花时间去了解自己使用的器材是否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不过多出作品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可否认，器材是真的很有吸引力，很好玩。mise en scène 是另一种说故事的能力，它也许没有一个字，但是能通过画面完全表达你想要传达的意思。当学会用光影、用道具、用场景，甚至用变形去添加一张照片的观看性，就学会了对画面的掌控。博物馆里的画的色彩、光线和构图，生活中那些让我们静下来思考、有所感触的故事，这些东西都会在某一天的某一刻突然就重整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到时候只需要把它摆出来并拍下来，这就是mise en scène。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看到这里。如果对这期主题还有任何疑问或者更好的学习方式想分享给大家的话，可以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的话，那拜托大家多多点赞，一键3连。如果大家对我们频道的内容感兴趣的话，那请关注我们，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的更新。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